第3站，美国纽约时代广场，我来了。接下来我们就是自由美利坚 ，Welcome to New York。现在是纽约时间6点钟，天空有一点点的朝霞。我们现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去往市区。哇，这个走廊有那个味儿了。你看，这扇门还坏了，年久失修的地铁。转了3次线，感觉整体下来还算是比较正常，和美国电影里面很像。然后确实也看到了很多流浪汉，也看到了屎尿屁，但是白天还算是比较安全，没有网上传的那么邪乎，会有抢劫或者说偷包，甚至是把你推下地铁的这样的一个现象。那么我们现在前往下一个地方。哇，这就是大名鼎鼎的中央公园，老远就看到了那个铅笔楼，看，太高太长了。有那些遛狗的、骑车的，然后远处还有跑步的。哦，是挂保轴吗？公园里跑步的人好多呀，数不过来。还有骑自行车的，非常非常快的那种竞速的山地车。今天这天气很漂亮吧？这边有这种曲棍球、棒球，这应该是棒球吧？这儿还有一只小松鼠。今天天气好。怎么拍都好看。鸽子、松鼠、狗狗，这些可能都习以为常，但是我在中央公园看到了一个小浣熊。中央公园还是非常原生态的。怪不得国内也在追求把城市和公园结合起来，例如说重庆渝北的中央公园，或者说深圳的莲花山公园，都是想把公园和城市跟人文强关联，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给突然拉出来。我觉得我们有时候的那根弦儿绷得太紧了，所以适当的放松一下。纽约的中央公园确实还不错，那你们喜欢这种舒适的感觉吗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。这个叫做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，它的外墙特别有特色，是那种螺纹状的。我就是想进来看看，我没有想到，我拿到了4点半之后免费入场券，原价25块钱，25美元哦。哇，感觉还不错。这个结构就很像一个天然的巢穴，让我想到了超人钢铁之躯里面那个他们那个母舰，好像也是这种结构。这是生物多样性吗？这个应该是印第安历史，置身其中还是很壮阔的，因为这些雕塑都非常大，包括头顶上这个船，它非常的写实，所以说既有那种原始的质感，而且还有一种神性。你看，就是动物和人这种相结合，而且一定要大。作为一个博物馆来说，而且还是免费的。如果你们对这个博物馆感兴趣的话，可以考虑提前来或者提前预约，甚至说4点半之后也可以哦，可以逛很长很长时间。哇，这幅画看着还挺不错的，是我想象中的美国的场景。看看这个，哇，这难道是美国最粗的树吗？这有3、4个人那么高了，你看。镜头都盛不下，我的妈呀！这个标本，这要是1比1的话，也太瘆人了吧！不得不说，美国的自然生态还是非常丰富的，不是我大惊小怪。我的天哪！一条鲸鱼，这怕不是1比1的鲸鱼吧？走到它下面，我觉得它真的太大了，这样一个庞然大物，还是会觉得非常震撼的。搞得我好像没有见识一样，我是见过真的。露怯了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曾经在青岛海洋世界的时候见过一条大鲸鱼，和国内一样，像这种自然博物馆啊，都是非常适合带孩子来游玩的。场馆里面也都是大朋友小朋友。如果你来纽约比较热的话，来这边还可以乘凉。自然咱没得说，但是历史层面，美国把印第安历史融进去，咱不得不说，高，实在是高。这应该是美国最为拿得出手的月球篇。你看，有月球陨石以及各个研究的项目。鲸鱼咱确实见过，但是陨石，我以前一直以为是石头，但是没想到，它竟然是一个金属的质感，一整块大铁疙瘩。
哇，这个造型真的好像天外来客宇宙飞船啊！这个应该是月球表面，难道这是用哈苏拍的？哎，这是阿姆斯特朗吗？这儿有一个专属于中国的瓷器展览，除了中国的，还有韩国的，这不就是泡菜缸吗？好了，那么你们觉得这个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怎么样呢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。这里面可以体验龙卷风的效果。我去，这个就是林肯中心，里面经常会举办一些大型的歌舞表演啊、戏剧啊。然后看这里，会有各种信息。然后大家最喜欢的《哈利波特》。话说这附近好像有一家全球最大的《哈利波特》旗舰店，有时间可以去看一下。这里应该就是哈迷的圣地吧？哇，你看这个灯，然后里面会有卖各种周边产品。哇，里面比我想象中大很多很多，怪不得是什么全世界最大。你看，底下还有一层。哇，这边还有这个皮箱，很有质感。哇，看不错不错，而且里面好大好大呀，感觉要放好多好多东西。这个青蛙还会发出声音，小小哈利波特还可以在这儿过生日，而且成人也可以在这儿喝酒。你看这些管道里面是真的有水流动的，看那里，然后这些酒匠的装置，看着还是很酷的。说实话，来美国之前我一直以为这栋建筑叫帝国大厦，但是来了之后我才发现，原来它叫克莱斯勒大厦，无数个超级英雄都在上面决斗。这栋建筑真的很美国。刚才看到一辆 Cybertruck。不得不说，它在美国是非常非常和谐的，在中国感觉那种肌肉线条，就是那种方方正正，丑爆了。哇，这个大厦好酷啊！估计这个指针都有好几个人那么长。熨斗大厦是我非常非常想来看的一个楼，但是它的修缮。熨斗大厦跟上海的武康大楼一样，都是这种三角形的结构。非常可惜的是，它的外立面全都是脚手架，没办法看到它最真实的样子，有点可惜。看这个巨大的蜂巢结构，就是纽约的建筑艺术。它底下是那种镜面结构，能够反射到下面，真的好未来。本来是可以爬楼梯，一层一层一层的往上走，然后在上面俯瞰哈德逊码头的景色。可惜之前因为那几起跳楼事故，现在已经永久的关闭了。现在没有办法上去，确实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遗憾。那么你们觉得这样的一个设计怎么样呢？地铁里面还可以演奏吗？来看一下特朗普大厦内部，有一个巨大的国旗，它里面还有一些餐吧。川普，祝你生日快乐！哇，我们现在在一个100年老店，是犹太人开的三明治店，背后一墙的明星全都是过来吃过的。都是100年老店，看着牛肉，这不得吃一口？吃牛肉，到底好不好吃？还可以，还可以。这就是圣帕布里克大教堂，它是一个新哥特式建筑，而它的对面就是洛克菲勒艺术中心，它的内部也是非常的规整。OK， 今天我们来到了大都会博物馆，哇，然后这个是埃及展区。震撼！这边有一个完整的埃及的丹铎神庙，如此大气。
看看这些盔甲像不像堂吉诃德？这个雕塑是帕尔修斯与杜美莎的头，然后通过这个大理石的纹理能够看到它的肌肉线条非常的温和。这尊雕塑也很有名，之前在教科书上看过，叫弓箭手赫拉格斯。在博物馆看雕塑的好处是，它不是那种平面的，但是它每一寸肌肤、每一块肌肉，你都能看到它的生命力，很有张力。特别是当我们通过走动感受到光影的变化，仿佛雕塑都活过来了似的。但是他们好多展厅里面都是头身分离的，这样看着其实有一点点的不舒服，因为他们原本是可以像这些完整的雕像一样那么壮观。这边就有很多莫奈的作品，就很有中世纪田园诗歌的感觉。这幅是莫奈的向日葵，大家感觉怎么样？没有想到莫奈还画了很多肖像画，而且他们的风格都各不相同。而在大都会博物馆也有非常多莫奈的睡莲。莫奈一生创作了超过200幅的睡莲，在美国现代艺术博物馆有一幅他的巨幅睡莲画作。这张画的尺寸真的非常惊人，而且保存得非常好。站在它跟前，你可以感受它色彩非常夺目。这个就是梵高的自画像，而在它的背面还有另外一幅画。因为这幅画据说梵高生平时期他是比较贫穷的，所以说没有钱去买画布，而这2幅画的风格完全不同。梵高一生之中创作了35幅自画像，原因是因为他那时候请不起模特，而向日葵他一生之中也创作了10幅之余。据说是因为梵高特别喜欢黄色，黄色的向日葵也比较朴素，比较容易染到，也是因为向日葵是当时比较便宜的一种花。这幅柏树麦田是梵高自认为最好的夏季风景画，这是星空梵高的真迹，几乎所有人都想来看一看，一睹芳容。它是有油画的那种笔触的。然后因为有这样一个防护措施，所以说我们没有办法更加近距离的去接触它。不愧为梵高最有名的画。这幅画叫《苏格拉底之死》，小时候那个课本上只有小的图片，没想到它现实生活中这么大。绘画也是一样子，你看凑近看，它明明是一个2D 的画，当你离远了看的时候，它立刻有了光影，有了变化。肉眼看超级明显，就人物细节是不一样子的。一瞬间回国了，你以为我在一个苏州园林吗？不，我现在大都会博物馆，有庭院，有小桥流水，有假山，这一切都太穿越了。看着这些字画文物国宝流落异乡，是有点心痛的。过一个展区是中国的文物，再过一个展区还是中国文物，整个亚洲区仿佛有1半以上都是中国的文物。就突然想到成龙在电影里面说过的一句话：抢走人家的文物，摆在自己国家的博物馆，说是帮人家保管，其实想据为己有，这是可耻的行为。好了，大都会博物馆逛到这里就差不多了。那你们觉得里面的藏品怎么样呢？从艺术性上，这里有来自各个地区、各个时期的藏品，但是这里有太大了。我今天在室内就已经走了小1万步。如果大家来的话，可以保存体力，适当的选择自己合适的路线。我们马上要去乘坐免费的船去看自由女神像。我们现在已经能够看到自由女神像了。一会儿这条航线可能就会经过它，虽然不会那么近，但是我们可以远眺一下。这就是自由女神，美国的图腾与象征。坐这趟航线，在去程的时候一定要记住，要坐右边，才能够一睹这样的风采。然后我刚才拍到了非常有爱的一幕，这个镜头我觉得是我整个旅程下来最好的一个镜头，框架构图太棒了，一定要分享给你们。这辆船是当季往返的，所以说如果你只是来看一下自由女神像的话，可以当季乘返程的船回到曼哈顿。现在要去纽约最高的观景我们现在来到了顶层这边有一个270度接近全三角形可以延展出来，相比于帝国大厦来说，这边是无遮挡的，全都是这种
通天的落地大玻璃，这儿还有一个全镂空的，你可以直接看到地面。哇，恐高的人估计要吓死了。这边你可以欣赏到哈德逊河的夕阳，而这边你可以看到世贸大厦的夜景。而跑到那边，你也可以欣赏到帝国大厦的夜景，270度，完全是不一样的感觉。我觉得这个平台的风景太好了，推荐每一个来纽约的人都可以来这边看看。看，夕阳好漂亮，太美了，感受感受风。我现在在一个小小花园的岛上，夕阳西下，非常非常漂亮，而且今天有免费的演出。看看这天儿，哇！夕阳西下，夜幕降临，突然 get 到一点点纽约城的味道。白天的纽约城，它是钢筋混凝土，它是摩天大楼，走在下面就非常非常有压迫力。但是夜晚的纽约城，那边是纽约世贸大厦，星星点点，温暖的黄光给这个城市注入了一点点温情。这可能就是城市无限遐想，无限美好。下一站，芝加哥。